明明就不是生病或感冒，为什么老是觉得喉咙痒、想咳嗽？话没讲几句就想咳，话说多了更想咳。偏偏这种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值得去看医师。但是这种中医所说的肺气虚咳嗽，究竟要怎么调理呀？来，医女要教你超简单的养肺茶跟快速有效的穴位保养。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现代医女杜成瑜，欢迎跟着医女一起爱保养变健康。自从新冠疫情流行之后呢，其实我们对于生病、流感和过敏呢就特别的介意，只要一有肺的毛病呢，像是喉咙痒、咳嗽、鼻塞等等呢，就会非常的紧张哦，是不是我又中奖了？而偏偏呢，咳嗽又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平常清喉咙的时候也会咳2声，天气冷，风一吹来的时候也会想咳嗽，感冒流感的时候会咳嗽，但是过敏的时候也会咳嗽，更不要说有时候只是喝水呛到，或者是呛到自己的口水也想咳嗽耶。还有呢，话讲太多呢，到后来喉咙紧起来呢，也会咳嗽咳到沙哑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做气虚咳嗽。你有没有听过气虚咳嗽啊？气虚咳嗽呢，明明不是生病，但是咳起来也会非常的厌世。医女形容一下什么叫做气虚咳嗽的状况哦，也就是呢，有时候呢你在累的时候，或者说话说多的时候呢，开头呢会觉得喉咙痒痒的，就会想要清喉咙。但是呢，一不小心清了喉咙呢，之后呢，就会开始咳嗽，咳个没完没了，而且呢，咳到呢都会觉得脸红哦，人都觉得呼吸不过来了。还有的人呢，会咳嗽，咳到觉得在开口讲话的时候，声音已经沙哑了耶。这种气虚咳嗽，是不是你也有经历过呢？医女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见招拆招。治疗这种气虚咳嗽，我们可以用超简单的养肺茶跟超简单的穴位保养。其实一个人呢，不需要生病呢，也会咳嗽。咳嗽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怎么说呢？其实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到空气很差的地方啊，是不是你就会想咳嗽？咳嗽呢，可以帮你排除肺部里的脏空气。还有当你过敏的时候呢，因为吸进太多的过敏源，也会用咳嗽来排除这些过敏的脏东西。当然啦，还有一些气虚咳嗽的方式呢，是因为例如你讲太多的话，或者是你太劳累的时候，还有就是老人家容易喉咙紧缩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也会用咳嗽来扩张我们的肺部。所以说呢，咳嗽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呢，让你知道，我里面已经累了，不舒服了。而咳嗽呢，除了帮你排除这个脏空气，排除这些过敏物质之外呢，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排痰。所以常常会见到老人家需要用咳嗽的方法帮他排痰才会让他觉得清爽一些。当然，严重的气虚咳嗽呢，叫做咳喘。咳喘呢，也就是你一咳嗽起来呢，咳个没完没了，咳不停，甚至会有一点气喘的感觉，那就是你的支气管已经在痉挛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气虚咳嗽。那么哪些人容易气虚咳嗽呢？主要有4类人。第一个呢，就是你需要经常长时间的说话，例如老师、销售人员、客服人员，还有像现在很多的 YouTuber 和网红 KOL 等等呢，如果你整天需要讲话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气虚咳嗽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年长者或者是身体虚弱的人。但是一般人若是在某段时间里面过度的劳累，也是会引起这种气虚咳嗽的。而这种年长者或者是身体虚弱的人呢，常常讲话讲着呢，忽然就说不出话来，然后就开始喉咙痒，咳嗽咳得不停，而咳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已经有气无力，声音沙哑了。第3个呢，就是生病之后久咳不愈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生病
像是感冒啊、流感或者是过敏之后呢，明明所有的感冒症状都已经好了，但是怎么留着这个咳嗽老是好不了呢？在中医诊所里，很多人呢会回来看诊，就是因为呢感冒之后呢，怎么咳嗽老是咳不停，有时候咳1个月、2个月、3个月之多，甚至有人长达半年都没有办法好的呢。而第4类人呢，医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常常忽略了真正让你咳嗽的原因呢，竟然是胃酸逆流跟鼻涕倒流。胃酸逆流跟鼻涕倒流的朋友呢，只要一躺下去就会呛咳，而坐起来就好像又没事一样。所以咯，有胃酸逆流或者鼻涕倒流的朋友呢，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都会咳醒哦，主要是因为胃酸跟鼻涕呢都会刺激我们的喉咙，而造成我们的咳嗽不止。接下来医女就要教大家如何自我治疗这种气虚咳嗽，主要有一些穴位呢，大家一定要学起来，日常可以使用。在手上有合谷穴、列缺穴，还有呢胸口的膻中穴。如果有胃酸逆流的朋友呢，还要加上在腹部的鸠尾穴；鼻涕倒流的朋友还要加上在鼻子上的鼻通穴。来，医女来教大家如何做按摩保养。首先，我们先来找手上的合谷穴哦。当你把大拇指跟食指用力并拢的时候呢，鼓起来这个丰满的肌肉呢，就是合谷穴。我们可以用双手交叉，如此按摩。再来呢，就是列缺。列缺也很好取穴哦，可以用2只手的虎口交叉呢，食指指到的这个突出的骨头的地方呢，再往前一点点的凹陷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列缺穴。列缺穴呢是八脉交汇穴，对于我们的肺系和我们胸口的问题都很有帮助。第3个是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呢在2个乳头交汇处呢，胸骨柄上。怎么按呢？用我们的大拇指呢按在膻中穴上哦，打圈按摩。再来呢，胃酸逆流的朋友呢，一定也要记得，胃酸引起的咳嗽呢，只是标不是本，所以胃酸要怎么样和缓呢？当你忍不住想咳嗽的时候呢，麻烦你坐起来哦，找我们腹部上的鸠尾穴，也就是你循着胸骨柄呢，找到最后凹陷处，也就是胸骨柄的尽头呢，接近腹部的地方，在胃的上口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鸠尾穴。鸠尾穴呢很柔软哦，不要用力按。怎么按呢？用3个手指哦，按在鸠尾穴上，轻轻的打圈按摩。而最后一个要讲的是鼻通穴。鼻通穴呢，拿出我们的小指头。鼻通穴呢，在我们的法令纹的上端。找到你的法令纹呢，一直找呢，碰到你的鼻子的骨头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鼻通穴。用你的小指头哦，轻按，然后做按摩。有时候不仅可以让你的鼻涕倒流减缓，也可以让你的鼻塞忽然通气咯。那什么时候使用这些穴位呢？平常的时候有事没事就要多加按摩保养。还有呢，就是你觉得快要咳起来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喉咙开始痒、喉咙开始紧呢，就要赶快开始按摩。列缺、合谷、膻中都很有效。再搭配一些温水哦，赶快喝一点温水使用。如果刚好手边没有水可以喝呢，也可以用吞口水的方法，也就是一边按摩穴位一边吞口水呢，就可以减缓你的咳嗽。医女建议哦，这些穴位保养平常就要做起来。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养肺气的养肺茶呢，也要喝起来。我们要选用哪个中药材来养肺气呢？我们要使用甘为苦凉、入心肺肾3经的花旗参。医女之前有跟大家聊过，人参跟花旗参有一点不一样，而医女建议呢，人参是拿来治病用，花旗参是拿来保养用。而用在保养肺气上面呢，再也没有什么比花旗参更适合的中药了。而建议的用量又是什么呢？医女建议的呢是切片的花旗参片，大概用3到5公克。如果你的体重大概是100到150磅，也就是50到75公斤左右呢，你可以用5克的花旗参。然后这5克的花旗参呢，我们可以泡在我们的保温杯里。像我们华人是不是出门都会喜欢带的保温杯呢？这个保温杯大概是350克，所以你可以用3到5克的花旗参片呢，放在保温杯里，冲上350公克的热水，就可以随身带着使用。像医女这么爱讲话的人呢，整天呢都要喝上2瓶才够哦。
而夏天的时候呢，如果天气太热呢，不想喝热水的朋友也可以用温水，效果也是一样的好。那至于哪里买品质上好的花旗参片呢？当然医女就要推荐美国许氏花旗参咯。美国许氏花旗参是自产自销， CP 值超高。以上视频是由美国许氏参业集团赞助播出，更多的保养内容请上现代医女杜成云的脸书以及 YouTube， 咱们保养的资讯不漏接。